美国叫嚣直接开战，布林肯还来谈风险管控，两个细节是值得注意的，等着被中国大陆空手打发回去。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孟轩，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最近这段时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是多次提及美国国务卿访华这件事。关于布林肯访华，美国是已经炒作多时了，做足了舆论铺垫和其他方面的施压力度，这是美国谈判的惯用伎俩。且有两个细节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个，首先，在最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是再次提及了布林肯此行将会与中方探讨如何负责任的管控竞争，并且在涉台、芬太尼、乌克兰危机、朝鲜等问题上向中方表明关切。美国总老是说管控风险、构建互兰关系，但是美国一边在沟通，却又是一边在挑衅。他们在说管控风险的同时，美国的军方和高官却是在探讨2025年和中国大陆开战。近日，美国4星上将空军机动司令部司令米尼汉他就大胆预测，美国将在2025年与中国大陆开战，吩咐下属军官要做好相关准备。随后不久，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麦考尔他对此议题也表示是赞同的，强调随时在第一岛链内战斗，并且能够获胜。这个不是美国某个媒体或者是智库所说的妄言，而是美国军方决策层的人物他们的观点哦。这说明了与中国大陆开战已经是成为他们的共识，这也就是前期的舆论准备。美国公然对另一个核武强国家扬言开战，这简直就是疯狂的战争贩子。然而呢，布林肯却还想来中国大陆探讨风险管控，简直就是又当又立。事实上，美国提出的管控风险、构建互兰关系、中美关系再平衡等等相关的概念，都是为了要管制、限制对手，而自己却可以在这个框架里面肆意妄为。我可以伤害你，但是你必须要按照规则来。一方面用沟通合作来麻痹中国大陆，另一方面却肆无忌惮不断的在突破中国大陆的底线。所以他们提出这些概念，并不是为了防止冲突，而是要试图稳住中国大陆，好让老美能够腾出手来全力对付俄罗斯或者是其他地区的危机。而且在现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还没要和中国大陆完全摊牌的时候，势必还是需要说服中国大陆减少与俄罗斯的来往。第二个细节，那就是在布林肯来之前，美国已经迫不及待地放出风声，画出美国的2条红线，不能给俄罗斯提供军援，也不能够对即将访台的麦卡锡反应过度。美国人的战术性缓和是因为有求于中国大陆，但是说到底，这是求人的态度吗？司马昭之心，人尽皆知，虚晃几招，但是不会有实质性的让步，以求稳住中国大陆。一方面缓解美债流动性的问题，另一方面是集中精神向俄罗斯发难。而且布林肯要来谈的议题都是美国单方面得利的议题，毫不尊重谈判的基本精神及利益的交换还有让步。台湾问题是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与美国无关。芬太尼问题是美国的内政，与中国无关的。俄乌冲突是欧洲和俄罗斯的事情，与中美无关的。如果说布林肯是要来谈这些问题的话，那注定也谈不出什么结果的，估计是空手被打发回去吧。好了，今天的视频也就到这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